电商崛起，美国的仓储地产会迎来新一轮的爆发吗？仓储地产近年来表现强劲，是受到了电子商务、冷链物流和制造业增长需求支撑的明星资产类别，这也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房地产类别。目前这个行业属于高速发展期阶段，基本的特点就是需求旺盛，供应量不足，价格攀升当中。我们来细讲一下这个行业赛道的周期性吧。需求依然强劲，电子商务的驱动，持续扩张是仓储和配送中心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2020年，由于疫情的推动，美国电子商务销售占比首次突破 20%， 2023年占比约 21.6%， 2024年预计占比将提升至 22.7%。咨询公司的预测，未来美国10年电子商务购物的额年均增长 1%， 也就是到2034年将提升 33% 左右。根据《华尔街日报》2024年11月25日的报道，按照营收来计算，亚马逊有可能超越沃尔玛，成为全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尤其是最后1英里配送设施的需求。很多购物都希望今晚下单，明早上就能收到货。剁手党的喜好在全球都是一样的。同时，报道说电子商务的繁荣带了90亿美金的仓储和物流系统建设的暴增。制造业的回流。2022年8月份，拜登政府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拨款了约527亿美元用于支持国内半导体生产和研究。制造业的回流拉动了工厂和生产设施需求的急剧上升，仓储的需求被再次的激发。冷链仓储的增长，生鲜食品配送需求和疫苗冷链储存的需求也推动了冷藏仓储设施的发展。根据报道，2024年美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将达到784.5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约 5.83%， 尤其是大都市旁的冷藏仓储，并预计到2029年将增长至1002.4美元。供应仍然紧张，我们看看供应端。空置率，工业土地的空置率维持在历史的低位，全国平均空置率不到 5%。价格及涨幅，新开发项目因为土地供应有限和建筑成本翻身，出现增速放缓，供应量没法短期跟上，导致租金的继续攀升。根据戴德梁行的数据，2024年第4季度，美国仓储地产的平均要价租金达到每平方英尺10.13美元，比较2019年的第4季度的6.29美元上涨了约 61%。像加州内陆帝国地区的平均的租金达到了每平方英尺14.5美元，而纽约新泽西港地区的平均租金则高达每平方英尺20.25美元。区域的差异，交通的枢纽中心最适合投资，比如加州的内陆帝国区域靠近洛杉矶港，是北美最大的物流中心之一，供应紧张。纽约新泽西港靠近东海岸人口密集区，供应紧张。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休斯敦中部的交通枢纽，物流行业发展迅速。芝加哥，美国重要的铁路和公路交汇地。亚特兰大东南部，
物流和配送中心。仓储地产投资适合追求长期收益、物流和电商趋势的人群。美国零售商场的趋势。毫无疑问，美国传统购物中心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曾经火爆的商场，如今面临改造成住宅、零售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社区。与此同时，露天商场也因其独特的体验式销售模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在电商盛行的时代，实体零售为何还能逆势而上？为何又有资本重金投入商业零售市场呢？我们会分析一下美国零售地产的最新趋势，零售购买行为的变化。零售商业地产行业的复兴受到整个消费价值观的改变，而不是再由路易威登和香奈儿这种高端的品牌主导推动的。这个是零售业巨大的变化。受到膨胀的影响，目前购买力严重下降，消费者会更加青睐折扣店、低价的服装和装饰连锁店，以及连锁店的母公司。在过去1年，共增加了339家美国门店。沃尔玛计划未来的5年内，在美国增加150家门店。尽管电子商务发展得迅速，消费者可以在家里购物，但是对商店的需求依然旺盛。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3季度，美国电子商务销售额同比增长 7.5%， 大概是2890亿美元，超过了零售总额 2% 的增幅。但是电子商务销售也仅占了美国总销售额的不到1/6。传统的零售商发现，其实商店是发送网上订单和处理客户退货的一个便利中心。电子商务的巨头亚马逊今年就增加了21家像亚马逊新鲜食品杂货店这样的实体店，既可以网上下单，也可以面对面购买。传统零售地产商户的没落。疫情后，大批封闭式的零售商场被扫地出门。2025年，北美大型的礼品店公司宣布关闭其所有的695家门店，并在2023年的时候申请了破产的保护。布鲁克斯兄弟、21世纪百货和 J.C. 彭尼等老牌的品牌被扫地出门。这些品牌在与网络竞争对手激烈竞争多年后，几乎难以生存。梅西百货计划关闭150家门店。希尔斯和大型的零售商也面临倒闭。这类型的物业正在朝着一个新方向的转变，那就是封闭式的购物中心转型成综合用途的物业，结合住房、零售和娱乐于一体，以此解决美国住房短缺和重新振兴这些物业。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天堂谷购物中心最近开设了400套豪华公寓。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拉法耶特广场圣路易购物中心计划到2025年推出1200套的公寓，其实包括希尔斯以前的一套经济型公寓。目前美国是有超过3400万平方英尺的购物中心都在空置着，将近200家美国购物中心正在准备重新设置，增加普通住房类型。
凤凰城的天堂谷购物中心等等项目已经在实施这一个模式。露天新型的零售商场需求旺盛，与封闭的商业中心不同的是，露天的商场现在需求很旺盛，通常是面向停车场的店面，再加上这些商场又能提供主体食品商店，像这类大型的商超和高端的餐饮，就是不太受线上购物影响的产品。又比如美甲店、咖啡厅、瑜伽工作室和医疗保健中心等等，这类型的商场投资需求也在迅速的增长当中。比如2024年11月，黑石集团斥资40亿美金购买了一个零售商场的集团。这个黑石集团自2011年来最大的一笔对商业零售地产的投资。根据世邦威理士的预测，2025年美国露天商场地产交易额将至少超过100亿美元，其中也包括了黑石的交易。银行对零售商业地产的贷款条件也是多年来稍见的首次改善。露天零售商业地产市场的现状，露天购物中心现在是最难找到的商业地产类型。由于高昂的建筑成本和停滞不涨的零售租金，导致人们更倾向于投资于现有的购物中心，而不是新的开发项目。根据数据显示，美国前50大市场的购物中心租金需要上涨约 65%， 才能让新造的商场盈利，也导致了现有的商业中心的空置率很低。看看零售商场的入住率，截止2024年的7月份数据，入住率从2020年的 95.2% 一直上升至 96.5%， 这个入住率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值。总体而言，美国的零售地产市场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转型，未来零售地产将呈现出分化的趋势。那些成功的远郊新区商业究竟是靠什么脱颖而出？都说商业是流量的生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都位于人流充沛的市中心。作为住宅大盘的配套，在远郊做商业更是部分房企都绕不开的命题。如何找准定位和穿越培养期，是此类项目开发策略制定的核心。随着新一代消费者的出现，城市拥挤的情况的增加，以及公共交通系统的改进，远郊商业迎来越来越好的机会。针对远郊商业究竟凭什么能够吸引人到访这一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探讨。周末集中采购及微度假是远郊商业的两个核心价值。远郊商业通常位于距离城区车程约1小时左右的位置，主要面向主城区家庭半日休闲消费及就近地缘客群。与城区商业的高频高效且丰富的特征相比，大部分的客户需要出往返路程2小时的时间成本，因此必须需要一个重大的动因促使客户前往远郊商业的场所。依据项目提供的价值特征，将远郊商业分为2个类别，以又好又省满足周末集中采购的刚需性需求，利用自然景观或者在地文化
打造轻松愉悦的微度假体验。如果一个商业项目能提供极其丰富多样的商品和服务，实现特定人群一站式消费需求的满足，那么即使位于远郊，也能具备强大的吸引力。它们不仅仅是购物的地点，更是集娱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生活方式中心。这些项目通过引入各种类型的商店、电影院、游乐场，甚至室内主题公园等设施，为家庭和游客提供了一天甚至几天的娱乐选择，大大延长了客户的停留时间，提高了消费的机会。随着交通设施的完备化，在带有典型城市聚集特征的亚洲国家，郊区购物中心的趋势也越来越强。通过低密度的物业和大尺度的空间，营造放松自如的氛围。由于大多数人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本来就处于某种高效率的半封闭空间内，当换至开放式的空间时，便容易产生或者舒缓或者轻盈的心境。远郊商业规划的重点应该是在于拥有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开场空间，力求将大空间让渡给客人用于休闲和放松，以此塑造的轻松舒适感。例如水景花园、儿童游乐场以及户外剧场等等，还有绿色的步行街，连接商场内部各个功能区，同时也作为市民日常休闲的重要场所。项目中还融入了多个小型广场和休息区，如树荫下的阅读角、面向喷泉的休息长椅等等。这些设计的细节一直在为客户提供一个远离都市喧嚣、享受悠闲时光的空间。人类在不同的距离和空间尺度从事的活动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更多的是在既有的需求框架内进行选择和优化，而非彻底改变人们的需求本身。对于远郊商业项目的定位，必须跳出市区商业的固有思想模式，这将极大程度上束缚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把握下一波机遇，布局美国地产，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关注我，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订阅。